历史淹没了太多的风流人物，但唯独王阳明一直被人讨论。文能提笔安天下，武能上马定乾坤，这原本是当年诸葛孔明评价姜维的话，但当我们深入了解王阳明后，会发现这句话形容他再适合不过。公元1472年，成化8年，彼时的皇帝是朱见深。这一年，王阳明在浙江余姚出生。他本叫王允，后来更名为王守仁。守仁二字是其祖父从《论语》中摘取，知己之人，不能守之，虽得之必失之，所以祖父便取守与仁二字组合而成。而王阳明这个名字，则是他在31岁时，因病归隐会稽山阳明洞，自号阳明子，后人尊称其为阳明先生。王阳明之名由此而来。可以说，王阳明从少时起，身上就极具传奇色彩。他的父亲王华是成化17年的状元，王家属于书香门第，因此家人对王阳明的期待非常高。王阳明入读私塾，当所有同学都把科举当官当作终极目标时，12岁的他竟然与私塾先生讨论何为天下最要紧之事。他犀利地表示，对于学生而言，科举并非要紧之事，做一个圣贤之人才是天下学生第一要紧之事。其思想深度早已超越同龄人数筹。15岁那年，得知农民起义的消息，年少胆大的他竟想直接上书皇帝朱见深献策评判。父亲王华怒斥他狂妄，他却丝毫没觉得自己有错。这份以天下为己任的初心早已在他心中生根发芽。18岁时，王阳明途经上饶，拜谒明朝理学家娄亮，第一次听闻物质之学，这是南宋朱熹的核心思想，认为一草一木皆含之理，想要探求真理，就要去隔世间万物。王阳明深信不疑，转头就盯上了后院的竹子。他对着竹子静坐7天7夜，不眠不休的隔，试图参透其中道理，可最终已没悟出来，自己反倒大病一场。这便是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守仁阁注，也让王阳明第一次对传统理学产生了质疑。公元1492年，弘治5年，20岁的王阳明开启仕途，第一次参加浙江乡试，他轻松中举，所有人都以为他会一举拿下状元，可他却意外落榜。内阁首辅李东阳打趣让他下次写篇状元赋，他二话不说，当场挥毫而就，文采震惊朝堂。可就是这份才华引来嫉妒者的排挤。25岁再次参加科举，他再度落榜。面对父亲的安慰，王阳明坦然道：你们以不登第为耻，而我是以不登第却为之懊恼为耻。对他而言，科举只是手段，传递自己的思想，造福社会才是真正的目标。3年后，28岁的王阳明不负众望，在礼部会试中位列南宫第2，次二甲进士第7名，先后任职工部、刑部、兵部。本以为仕途终于平顺，一场灭顶之灾却悄然降临。1506年，正德元年，明武宗朱厚照即位，宦官刘瑾专权乱政，朝堂之上，凡是弹劾刘瑾的官员都遭残酷打压。刚正不阿的王阳明依然上书为同僚鸣冤，结果触怒刘瑾，被当庭杖责40大板，贬至贵州龙场，担任一个小小的驿丞。父亲王华也受牵连，被赶出北京，调任南京礼部尚书。彼时的龙场是未开化的少数民族地区，瘴气弥漫，民风彪悍，连基本的生存都成问题。换作旁人，或许早已自暴自弃，可王阳明没有。他静下心来研究当地风俗，教当地人识字、耕田、建房，用知识开化民众，很快赢得了百姓的爱戴。龙场依山傍水，远离朝堂纷争，成了王阳明悟道的圣地。他结合自己的遭遇，日夜反省，反复研读大学。某个晚上，王阳明顿悟，他认为心是感应万物的根本，因此延续宋代陆九渊的心即理命题，形成了自己的阳明心学。同时他还意识到圣人之道，无性自足，象之求理于事物者，物也。这4句话的意思是，其实每一个人都具备圣人的潜质，且这种潜质蕴含在每个人的本性当中，因此我们不需要向外寻求别的东西，而是要向自己的内心探索，发掘内在的力量与智慧。为此，王阳明还写下教条式龙场诸生，将文章分为励志、勤学、改过、择善4个部分，以此警醒世人。而王阳明在龙场的这段经历，也被后人称为龙场悟道。致良知知行合一的思想雏形也在此刻诞生。1509年，贬谪期满，王阳明调任庐陵知县。不久后，刘瑾被诛杀，他的仕途迎来转机，一路升迁，历任吏部验封司主事，南京太仆寺少卿，南京鸿胪卿。
1516年，正德11年，他升任督察院左迁都御史，巡抚赣州、汀州、漳州等地。这一任命让他的军事才能彻底绽放。当时江西中南部盗贼横行近10年，前任巡抚束手无策，盗匪势力愈发猖獗。王阳明到任后，第一件事就是清查内奸。他严厉质问身边的老仆，一番震慑之下，内奸如实招供。王阳明没有追责，反而赦免了他们，让他们暗中传递盗匪消息。掌握盗匪动向后，王阳明传檄福建、广东两地官兵会盟，用兵诡异，声东击西，仅用1年时间就连破40余寨，斩杀俘获盗贼7000余人，彻底根治了当地的匪患，史称南赣定乱。平定盗贼后，王阳明深知治乱世需用重典，治盛世需靠文治。他颁布文告，兴办学校，刻印儒学经典，提高教师待遇，整修联西书院，用文化教化民风彪悍的奢民，让他们融入文明社会，真正做到了武功定乱，文治安邦。可命运的考验从未停止。1519年，正德14年，宁王朱宸濠在南昌发动叛乱，朝野震动。彼时，兵部尚书王琼却胸有成竹，王阳明就在江西，他必能擒贼。朱宸濠早已知晓王阳明的才华，造反前曾想拜他为师，拉拢不成便成死敌。王阳明接到平叛任命后，立刻识破朱宸濠顺江东下攻南京的图谋，想出一条一兵之计。他在江西各地征集士兵，同时在南昌张贴假告示，谎称朝廷派8万大军前来平叛。朱宸濠果然上当，仓促率军攻打南京，拿下九江、南康后直逼安庆。王阳明抓住战机，率军直捣南昌朱宸濠的老巢。得知大本营失守，朱宸濠急忙回师救援，正中王阳明下怀。最终，双方在鄱阳湖展开决战。经过3天3夜的激战，王阳明大获全胜，生擒朱宸濠。这场震动全国的宸濠之乱，仅用35天就被平定。可立下如此护国大功的王阳明，却没能换来应有的封赏。明武宗朱厚照是个爱玩的皇帝，得知叛乱后，竟想御驾亲征，抢夺平叛功劳。眼看王阳明已经擒获叛贼，朱厚照身边的奸臣们投其所好，竟要求王阳明释放朱宸濠，让皇帝亲自抓捕。王阳明断然拒绝，上书直言天子身边奸臣当道。奸臣们反有一口，诬陷他与朱宸濠通谋。即便遭受如此屈辱，王阳明依然坚守本心。他知道江西刚经战乱，又遇天灾，百姓早已民不聊生，若皇帝南下，必定加重民众负担。他一边带着朱宸濠四处躲藏，一边坚持献俘，直到在杭州被太监张勇拦下，才无奈交出朱宸濠。后来奸臣们真的上演了释放叛贼、皇帝擒获的闹剧，只为满足朱厚照的虚荣心。一心为民的王阳明终究没能逃过官场的尔虞我诈。1521年，朱厚照去世，堂弟朱厚熜登基，改元嘉靖，终于承认了王阳明的平叛之功，为他加官进爵。可此时的王阳明早已看淡仕途，只想辞官回家照顾父亲，却被嘉靖帝驳回，升任南京兵部尚书。直到嘉靖4年，王阳明终于在浙江绍兴建立阳明书院，开始系统传播阳明心学。他的思想核心都浓缩在《传习录》的4句话里，简单却蕴含无穷力量。无上无恶心之体，心的本体是纯粹的，无善无恶，天地万物本无标签，是我们的执念给事物分了善恶，有善有恶以制动。当人心被不良风气遮蔽，才会产生善恶之分，偏离本心。知善知恶是良知，良知是每个人天生的道德与智慧，能帮我们分辨是非。为善去恶是格物，通过社会实践经历世事，锻炼心智，用行动践行良知，这就是知行合一。王阳明告诉我们，了解世界，认清自己，从来不是靠读书空想，而是要亲自去做，去体验。人须有为己之心，方能克己，能克己，方能成己。回归本心，修炼本心，才能在纷繁世事中不迷失，不内耗。1529年，嘉靖7年11月29日，王阳明因病逝世于江西南安府大邑县青龙铺。临终之际，弟子问他有何遗言，他只留下8个字：此心光明，亦复何言。曾国藩说，王阳明矫正旧风气，开出新风气。功不在与下祖宗堂说，阳明先生其事功，其志也，卓然一代伟人，良启超说。王学绝非独善其身之学，而是就是知良药。500年过去，这位文武双全的圣人依然能给我们带来力量。他的知行合一，
让迷茫的年轻人明白，想做就去做，行动是治愈焦虑的良药。它的致良知，让我们在浮躁的社会中，守住内心的清明与底线。